充電頭的體積可以捲，參數也可以捲，噱頭同樣可以捲，但是這些捲到最後拼的都不是誰更猛，誰更新，真正能決定誰站得住、站得久、站到最後的，只有那一顆在任何時間、任何環境、任何用戶的手裡永遠都不會出事的產品。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在快充行業，用最貴的料並不等於做出最穩定的產品。蘋果的充電器就是這句話的典型反例。今天這顆70瓦就是蘋果中功率段的氮化鎵代表作，在測試片裡，它的表現穩得離譜，長時間滿載不掉功率，穩波乾淨，溫升壓得住。那麼它內部到底是什麼樣的器件組合能讓它做到這樣？是國際大廠的成熟方案，還是蘋果專門挑出來的特殊料號，還是某些你以為普通，但實際上是經過蘋果嚴苛篩選後的特別版本？測試能告訴我們它有多穩，而拆解才能告訴我們它為什麼穩。咱們話不多說啊，開始拆解它。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蘋果的充電器的話，想要把它撬開肯定是不可能的啊。我們還是用這個切割機直接把它切了。還有這個插頭組件，它是一個結構件，咱們就沒有必要去拆它了。沿着這些縫隙，咱們直接把它切了。切了半天，終於把它切開一條縫。我們用撬棒把它撬開。蘋果這種構造的充電器啊，每次拆解都是這裡面這個卡扣卡的是非常的緊。取下上面的蓋子，模塊有3根連接線連住的交流線的靈火線，還有1根地線連着的，直接把這個地線給扯斷了。斷開靈火線，取出這個插頭模塊，完整的模塊是這樣的。正面一塊定制的，又是散熱又可以緩衝的一個墊子，硅膠材質的。主板的底部也是一樣的啊，定制的硅膠墊子。大家看这些凹槽都是按照原器件的樣子來做的，這玩意兒成本不低啊。硅膠墊子取下來以後，我們就可以完整的看到這個主板的樣子。主板的側邊黑色的絕緣膠帶，變壓器有固定支架，包括內部的電容，還有供膜電桿，這裡都是有專用的固定支架。Type-C 口還是一如既往的用這種排針單獨的焊在這個主板上面，也就是說這一個 Type-C 口它是一個單獨的模塊。上下蓋壳體內部完整的石墨導熱貼，同樣的導熱貼上面它是有溫度觸點的，這裡有一個，這裡還有一個。殼子的強度就不用說了，它內部的每一顆電解電容上面又單獨套了一層膠套啊，就是為了減小電容之間的縫隙。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主板模塊，然後我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及原器件使用的情況。从外面看，它只是一顆再普通不過的70瓦快充，但是把電路攤開之後，你會發現蘋果並沒有走現在快充行業最流行的那條路線。這一顆70瓦沒有 PFC， 也沒有多級電源轉換，它用的是一套單級的高階方案，把反擊這種成熟的架構往穩定性和一致性上壓到了一個非常誇張的程度。不靠單顆的開關管硬頂輸出，而是多顆開關管協同工作，讓整機在高頻、滿載、輕載、待機4種狀態下都能保持幾乎相同的脾氣，不抖、不炸、不喘氣。整個主電源的結構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沒有追求極限的功率密度，而是把能量控制、漏感處理、熱管理
和工作模式切換做得非常蘋果，不激進不取巧，但穩得難以挑出毛病。如果測試篇證明了它能穩多久，那麼電路的本身能回答的是另外一件更關鍵的事情，它為什麼可以穩成這樣？接下來我們把它的電源架構一層層拆開，你會看到它選擇了一條難但非常安全的工程路線。繼續看下去，事情只會越來越有意思。整機的入口開始就能看出，蘋果在中功率段依舊走的是穩定優先的路線。首先進入的是一顆來自美國利特奧維斯的曼絨保險絲，陶瓷管狀的，在這裡負責初級車的基礎失效保護。美國利特成立於1927年，是電路保護領域的全球領先的標杆企業。緊接着是一顆安硅 X2 電容，來自美國基美電容，它與2級供膜電感組成完整的供膜干擾抑制網絡。美國基美1919年成立，全球知名的薄膜電容及鋁電容製造商。這個2級供膜電感並非常規的通用件，而是由賽爾康技術定制。這次不僅僅是定制線圈，甚至外部的骨架都是定制的，目的就是在高頻環境下維持2個供膜電感耦合一致性與安硅爬電距離的長期可靠性。賽爾康技術1997年成立，長期為蘋果代工電源和磁鍵。整流部分使用的是台灣光寶集團的 KBP408G 整流橋，規格為4安800伏。光寶集團1975年成立，主營電源、光電元件，是蘋果供應鏈的老面孔。進入高壓直流後，蘋果並沒有走大容量單顆堆料路線，而是採用的台灣豐彬電子 KL 系列的6顆400伏22微法電解，組成分布式濾波，分散電容，不僅降低等效阻抗，還能減少單點發熱與紋波的應力。這是屬於長期壽命導向的設計。台灣豐彬1980年代成立，專注從事電容器產品系列研發生產。這一章節的核心特點是，不是堆量，而是把成熟的 EMI 架構做到高度一致與長期穩定。進入主電源部分，能看到這顆70瓦並沒有採用時下常見的 ALC， 而是蘋果典型的單極有源前位反極電路。偏置供電來自湖南愛華電子的47微法電解電容，負責主控的穩定啟動與輕載供電保持。愛華電子1985年成立，主營鋁電解電容，是國內電容類的頭部供應商。真正體現蘋果思路的是小電源系統，一顆4英 AL 的小電流 LDO 與4英 PGT 的 BC846BPN 複合晶體管，它們兩者組成獨立的供電與啟動管理回路，負責主控啟停判斷與異常斷電策略，使主控不受輔助繞組的波動影響而重啟。這一顆 BC846BPN 來自荷蘭恩茲普半導體，成立於2006年，公司前身為1953年成立的飛利浦半導體。旁邊這顆4英 AL 的應該是蘋果定制的芯片啊。充電器的主控芯片4英為 APSL CA01，為一顆定制的控制器，沒有公開的型號，但結合電路架構可以確認，它負責3個開關管時序協調與輕載多模式控制。電源的主開關管為加拿大 GAN System 公司出品的 GS6511-1L 氮化鎵開關管，它負責主能量轉換，具備高頻低損耗，是整機體積與效率的核心來源。GAN System 成立於2008年，在2023年被德國英飞凌收購，主營氮化鎵功率器件。2顆高壓輔助 MOS 分別來自美國萬代半導體出品的 AON S1R6A70。萬代成立於2000年，專注功率半導體器件設計製造。另外一顆來自德國英飛凌半導體出品的 IPL652650C6S。英飞凌1999年成立於德國，全球領先的功率半導體大廠，前身為西門子半導體。它們與氮化鎵開關管組成完整的有源前位與能量回收網絡，不是為了提升參數上限，而是為了降低漏感尖峰，提升長期的穩定度。2顆 MOS 管的背面還有一顆互感器線圈，主控的驅動信號會通過這顆互感器隔離，精確的送到前位 MOS 和輔助 MOS 上，保證多顆開關管之間的時序協同、軟開關點穩定，以及整個前位電路架構在負載區間不抖動、不硬開通。主變壓器來自賽爾康定制的平變變壓器，初級部分一共有6個引腳，屬於專門針對有源前位調校的磁鍵設計，不追求體積的極限，而追求批次的一致性。這一章節一句話總結：蘋果沒有換新架構，而是把反擊做到了極致、可控且長期穩定工作的程度。隔離整流與次級輸出電路同樣延續了蘋果一貫的穩態優先的思路。2顆黑色的安硅 Y 電容安裝在這個定制的變壓器支架上面，
它們的規格分別是220匹法和680匹法，用於控制供膜噪聲回流的路徑，同時維持洩放電流在極低水平。格力反饋部分採用台灣億光電子的 EL1014 光偶。台灣億光電子1983年成立，全球 LED 封裝領域核心企業之一。同步整流由4印 D9 開頭的控制器芯片驅動，這個也是一顆蘋果的定制芯片，搭配來自美國萬代的 AON-S66917 同步整流模式，確保在20伏大電流段仍能維持低壓降與無抖動關段。濾波部分使用3顆固態電容，其中1顆確認來自日本尼基康 FP 系列，另外2顆廠家沒有查到。3顆的容量都是270微法，總容量就是810微法。日本尼基康1950年成立，屬於全球電容領域高可靠性製造商。協議輸出控制由英飛凌旗下賽普拉斯出品的 CYPD C1185B2-321 這一顆芯片進行管理，它負責功率協商、溫控回退以及 PD 協議握手行為的管理。美國賽普拉斯1982年成立，在2020年被英飞凌收購，是 PD 控制領域的核心玩家。最終的 V-Bus 輸出採用4印0336的電源開關管，承擔輸出保護與故障隔離，確保異常不會回灌到主電源電路。這一張的電路刺激不是最快，而是把隔離、安全和輸出一致性做到行業少見的保守而且扎實。這一章節我們不看器件堆得有多狠，只回答3個問題：它為什麼能穩？為什麼能久？以及蘋果為什麼這樣做？首先是有源前位反擊，它為什麼能穩？這個70瓦沒有走現在快充行業最流行的雙極電源的路線，而是採用了有源前位反擊這種工程難度更高但可控性更強的架構。普通的反擊電源在主開關管關斷時，漏感能量只能靠吸收電路把它燒掉，尖峰壓着，溫度拖着，輕載靠運氣不抽風。有源前位反擊則是完全相反的邏輯。它不是把問題壓下去，而是把能量吃回去。多顆開關管按時序協同工作，開關應力下降，溫升變得可控，動態不抖，輕載不啸叫，滿載可以連續輸出而不掉檔。它解決的不是反擊的性能上限，而是反擊最難控制的那些底層脾氣，讓它不僅能跑，而且怎麼跑都穩。第二就是整機結構設計，它為什麼能久？電路穩是一回事，能不能多年以後還一樣穩，這就是另外一回事。整機的磁鍵並不是通用件，而是定制的平面变壓器和双供膜結構，都有獨立的骨架，不是為了好看，而是為了批次一致性和長期的可靠性。電路模塊上下定制的硅膠墊，不是為了降溫，而是為了維持結構與熱路徑長期不變形、不鬆動。所有的電解內容都做了2次套管，是為了在濕熱與熱循環的環境下，讓絕緣與壽命不隨時間下降。最關鍵的是，它採用了雙點溫控體系，這裡還有這裡，主控管理整機的安全溫度，協議管理對外功率行為，一個保證它活得住，一個保證它怎麼活。別人靠保護停，蘋果靠預防，不讓事情發生。第3部分，為什麼蘋果不把它做得更小？很多品牌在70瓦級別比的是體積，但蘋果比的是長期不會出問題的概率。對於普通廠商來說，70瓦是配件產品，出貨規模大概就是10萬級別。而對於蘋果來說，它是一顆系統級基礎電源，面向的是全球1000萬級的用戶。在這種規模下，風險邏輯完全是不一樣的。掉功率不再是體驗波動，而是可能變成生態級連鎖反應。蘋果已經證明它能夠做得更小，30瓦和35瓦做的都是行業的標杆。所以真正結論不是做不到，而是在70瓦這個功率段，蘋果優先保證的是熱均衡、安規餘量、EMI 空間與長期的一致性，而不是爭取再縮小10%的體積。充電頭的體積可以卷，參數也可以卷，噱頭同樣可以卷，但是這些卷到最後拼的都不是誰更猛誰更新，真正能決定誰站得住、站得久、站到最後的，只有那一顆在任何時間、任何環境、任何用戶的手裡永遠都不會出事的產品。
經過咱們整套的測試和完整的拆解，可以確定一點，這顆蘋果70瓦並不是靠參數討好人的充電器，它真正強的地方是長期穩定可重複的表現。在測試片裡，70瓦滿載連續輸出2個半小時，沒有掉檔，沒有喘氣，表面溫度穩定在50攝氏度左右，文波在4個功率段表現的都乾淨的不太像單極架構。iPhone 16 Plus 的充電曲線平滑，無跳變，無斷崩。這說明它不是快，而是穩的非常有邏輯。拆解之後，更像是把答案補上了。有源前位反擊，讓它不是硬頂輸出，而是可控的輸出。定制的持鍵、雙點溫控和整機的結構一致性，解釋了為什麼它不是跑一次很強，而是無論跑多久都一樣強。這個70瓦不是為了刷新體積，也不是為了堆數字，而是為了任何一台、任何一年、任何環境表現都不會變成驚喜，也不會变成驚嚇。如果你的需求是給 MacBook 長期通勤使用，想要穩定、不掉檔、不冒風險，對體積不苛求，但對可靠性很敏感，那麼這顆70瓦屬於一次買對型的產品。當然，蘋果手機也是可以使用的啊。但如果你追求的是最小的體積、多口動態分配、安卓快充全兼容，那麼它不是你的菜。它走的不是全功能路線，而是極致穩定的 PD 協議路線。一句話總結，它不是最激進的70瓦，但它是最省心的那一顆。測試為了了解，猜是為真相，認真車拆，客觀輸出。我是李火生猜，非常感謝各位老鐵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